顾若若，你该不会是怂了吧？我怂？啊！话说这个洛阳城是人人爱美呀，城中有个顾家，靠着经营美妆香膏，成了城中第一商家。这顾家有4位千金，鸳鸯、顾若若、智茂无双，是商业奇才，将成品价涨上3成。这二姑娘顾静静绝得很，弄点啥事都跟阿紫对着干。我顾静静不把顾家产业做到天下第一，便不罢休。这老三是一身好能耐呀，就是个脾气有点暴。你看看，我看谁敢动！这四妮儿神秘很呐，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再说这顾家掌柜嘞，半个月前在南疆突然失踪。这顾三郎和四郎一听到消息，抬着棺材直奔顾府，办起了丧事儿。他俩肯定是想把这所有的钱财都揣进自己的兜。咦，你说这弄了啥呀？这是。请大家都离开吧，顾府并没有丧事要办。若若，你这一袭红装冲撞灵堂的，你不是让你父母的在天之灵，伤心不快吗？我阿爷阿娘活得好好的，在南疆逍遥快活，你们在这儿摆灵堂送殡，才会惹得他们不快。顾四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听他乱说，你们把他们都抓起来，上的！我看谁敢动！上！都别闹了，棺材里并没有尸首，我父母尚在人世，你们可以自己来看。都住手吧！这顾静静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这个呢，是昨天我的好四叔送给我的书契。他说了，只要今日我把阿紫引去花楼，令他顺利拿到顾家掌印，就送我城里10间铺子作为打理。荒唐！对不住各位了，让大家看笑话了，请各位自行方便吧。大闹灵堂，有点意思啊。不好了，这一季的茉莉花全被李家抢走了。抢走？对，我们不是跟花商已经签了契约了吗？是李家二郎李从提的货，他对花商说您是他未过门的妻子。荒唐，无媒无聘，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妻子啊？可是现在整个浏阳城都传开了。我记得李家是不是有几个死忠的客户，我们敲了好久都没敲动啊？对，你去把那几位老板找来，我自有办法。你这里都没有茉莉花，凭什么让我们离开李氏，转投你们？郭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想必大家都听说了，李郎带着人把我家茉莉花都收走了。是有这么个传言？不是传言，李顾联姻已是板上钉钉，顾家的秘书加上李家的工艺，不久之后，这洛阳美妆便是我李顾的天下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自然是有关系。我与李郎打算成亲之后，将成品价涨上3成。三成？你们去抢啊！3成？当然是不能抢到张老板头上。这不，我拟了一份原价协议，只要你们此时与我顾氏先签了契约，便属于我带到李家的嫁妆，不再涨价之列。不愿意的话就算了，成亲之日记得早点到，多喝上几杯啊！签，我们签。文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别这样！阿紫结婚本来是大喜事，你说你这样的话，人家也会笑话你顾家没有教育好女儿，是吧？四叔，刀剑无眼，
让开！我可是你亲四叔啊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别这样。他李家压根儿就不配娶我阿紫。怎么就不配了？我干媒婆30年了，就没见过这么登对的。大小姐，我们这么抢李家的客源，没问题吧？兵不厌诈，况且是他们抢我们的东西在先。娘子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快！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长兴坊的李家上门来给你提亲来了。三娘一听，提着剑就奔大厅去了。娘子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真的来提亲了，不是李从在使诈。顾文文，把剑放下。阿紫，这个就是若姐是吧？对，若姐，你今天可真……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这些钱算是补偿你今日白来一趟。若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？放肆！这是我们顾家的宅子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阿紫敬你是他知书达理，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。你这是要杀我吗？若若，你也不好好管管文文，你看他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如果我要去官府告他，有他好受的。哎呦！这拿长剑对着长辈，这像什么样子呀？按唐律啊，殴打、谋杀叔伯是恶逆，这人是恶之一啊！李克，一旦罪成，不分首从，杀头的。他不是洛阳的娘子，只会斗鸡走狗吗？竟然还懂大唐律。殴打叔伯，可是要杀头的。文文。若若，四叔实话与你说，你父母现在音讯全无，你二叔他又常年卧病，今儿人家李家来求亲，只要四叔我点头，你就没有不嫁的权利。就是，这自古以来呀，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何来女儿家自专的道理？你今儿若执意不从，不止你会背上忤逆的罪名，就连你的妹妹们也都会受牵连。你威胁我们，嫁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稀罕？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顾静静，你给我出来！顾静静，再敬您喝一杯嘛。娘子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娘子，谁是娘子？这位小娘子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被我弟弟骗来的，脱不了身，帮个忙。好，我嫁。什么？啊！姓陆的办丧事。阿紫，不可能。但我有我的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我是顾家的元娘，李家应当3书6礼，明媒正娶，浩浩荡荡地迎我过门。今日这聘礼下得太少，也太过仓促，请李家另择吉日，聘礼翻上3倍，在此等你。元娘，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些？我自然有我的嫁妆，而且四叔也不会亏待我的，对不对？行，好，不高，这才是我们李家要娶的新妇应有的排场和气度。我们这就回去另备聘礼。客儿，走。亲家慢走。亲家常来啊。我不嫁李从，改嫁给你，如何？嫁给我？我不想家业落在叔叔手中，
你也不想一辈子被陈氏母子压制。既然我们愿望一致，何不一起合作？怎么不敢？你一个女子都敢拿婚姻大事做赌注，我有何不敢？那我们就结2头婚，你我各落家门，各管本家。你我约法3章，事成之后互不拖欠。约法3章？没错，第1章，你我只是契约婚姻，我不能占你便宜，你也不得占我便宜。咱们白日做夫妻，晚上做兄弟。你还能占我便宜啊？这世间男子能占女子便宜，女子也一样能叫男子吃亏。我雇若若做生意，一项公允。第2章，你我不得干涉对方情系何处，盟约结束后可以各自婚配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若是遇到心仪的女子，我不能约束你不去见她，更不能刁难于她，反之亦然。不够吗？要么标上可以另建外宅，另置外室。不，够了，已经够了。这个我应了。第3章呢？第3章要互相信任，不得猜忌对方，戮力同心，直到事成。这是自然。这是契约。哟，这不是顾家几位娘子们吗？哪一阵风把您几位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！我们呀，新到了几箱茶团，叫人用干果蜜饯擂了，给娘子们吃。来呀！哎，过来看一看了啊！来，郑姨，过来看一看，走过路过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再会。小郎君，这是不舍得心上人呢。什么心上人啊？我看他更像是我的东家，还谈生意的。什么？没什么。不舍得就不舍得，来，过来看看。您呀，买一只簪子，送给心爱的小娘子，没准她一开心就能陪你多逛一逛了。来，说了不是心上人。你拿一个，我送给我妹。哎，得。郎君，您找我啊？你把这个给他送去。他？哦，新夫人啊，我知道，我这就把她送到顾府去。快去吧。哎，郎君，话说回来，您是什么时候买的这根簪子啊？啊？你问这么多干嘛？快去送。哎，我这就去，快去。来，这李顾两家的喜事儿办的也太怪异了。这新娘竟然不去李家拜祖先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叫2头婚，今天先去本家，明天才去李家。欢迎！来，里边请。哎，恭喜！又有新老板，钱掌柜，二位来了，来，里边请。恭喜！里边请。哟，怎么还跪上了呢？来了，外面我听见乐声了。哪有那么快呀？外面还得先堵门，堵完门还得下序呢。下序？那不是男方家里的仪式吗？怎么会在咱们院子里做啊？你家元娘子是2头婚，今天不去男方家里了，提前在这儿把流程给走完。怪不得我刚路上碰见3姑娘，说是要亲自准备下序。文文动手，那不得把人给打死了？文文自有分寸。是，打死人的分寸。
你是什么人？来这做什么？抢婚！抢婚？走，看看去。我有若若娘子赠予我的定情信物，娘子你若还钟情于我，就出来与我私奔。反了，反了！贵重女子竟把自己的贴身之物赠给外人，我顾家的女儿竟做出如此有辱门楣之事，反了，反了！快给我拿下！说上！李兄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吩咐下去，让咱们的人都别说话。哎，好好看热闹，这种好戏可不多见。你胡说什么啊？这明明就是我丢的。丢的？顾若若，只怕不是吧？你思乡受寿，你可是这妇德有亏。哎呦，李郎君，我们家若若做出这样的事儿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！这婚事我看办不成了，不如您先回去。这个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们李家。哎，我倒觉得若若娘子一派天真自然，敢爱敢恨，我更敬重了。想必这位仁兄也是爱慕若若，所以才会冒着风险来抢亲的吧？哎，这不更加说明我这个新嫁娘魅力非凡，能够娶到她呀，自然是李某的福气。今后若不好好珍惜，岂不辜负呀？再者说了，世人都喜欢娇柔可爱的女子，但我李克偏偏喜欢若若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若若娘子。哼，李郎君倒是情深，不过今日我一定要带若若娘子离开。唐突了，小娘子。我哪？你这成何体统？体统？你们为了所谓的体统逼嫁我阿紫，就是要毁了这桩婚事。文文，住嘴！要不是你们要挟我阿紫，她怎么会嫁给李克这个登徒子？我就是为我阿紫鸣不平。顾文文，今天的事情你太任性了。阿紫，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把三娘给我关起来！不知悔改，便不给饭吃。阿紫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！我的事，我自有分寸。小妹，让他走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跑去哪儿。哎，你看这事怎么闹成这样？依我看，这婚事暂时先放一放，待把文文找回来。奏乐，咱们继续。下去。这下去的仗势怎么跟打仇人似的？这十八帮棍子下去，顾家姑爷半条命不都得丢在这儿了？是啊，这新姑爷莫非不肯受下去之礼吧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郎君，我替他受。哎，我是武人，区区18棍不算什么。他们有意刁难，就算你受了，还会有别的。
四叔莫不是吃醉了吧？这下序里呀，本来就是娘家让姊妹闹一场的，难道四叔想和静静当姊妹不成？别笑了，别笑了！来人啊，把四叔请下去，让他醒醒酒吧。你一个晚辈，竟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！你醒酒去吧。就是下去吧。这位郎君，莫真要替我子父受礼？大丈夫一言既出。哎，姑娘，请吧。有担当又讲义气，这男人倒真是不错。那我可就打喽。说这个，那不打残了是吧？真的这一礼算过了。算过来了，开玩笑。反正我来澄清嘛，也是。这个月郎君真奇怪，刚才四郎君那么凶，他不怕；娘子您这么温柔，这么漂亮，他倒是怕的连路都走不稳当了。倒是有趣，这个男人有点意思。停！后退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在想什么？你我堂下约法3章，白日是夫妻，晚上做兄弟。你可别想占我便宜啊！啊？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若是敢对我行不轨之事，我就不客气。家中皆以为你我姊妹反目，无人生疑，务必趁此良机，找出爹娘失踪真相。阿紫，你放心，我此去一定能查出真相。你若是敢对我行不轨之事，我就不客气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顾元娘，我李克留恋花丛，天涯浪子，什么样的娘子没见过呀？就算是我喜欢上男人，也不会喜欢上你。那是最好。你睡地上。我睡地上？哎，你搞清楚啊！就算是兄弟，也不能让兄弟睡在地上吧？更何况这可是我李家，凭什么是我睡地上？因为你我君子之约，你不得占我便宜。我们是有约不假，可是君子之约乃是互为帮手，乃平等互敬之约。凭什么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啊？啰嗦！哎，你给我下去啊！我不下。你给我下去！娘子，你小声点。给我下去！娘子，小点声，小心被坏人听到。你给我下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你出路。
没想到顾若若把秘书看得这么紧，查了这么多天，还是一无所获。看来顾家不出点什么事儿的话，这秘书的真容恐怕是难见天日。郎君，郎君，哎，郎君呢？可起了？好呀，你们李家新婚第一天，你家郎君就招惹府里的小丫鬟，我可早就听说过你家郎君的名声了，没想到比传闻中更可恶。哎呀，一大早的吵什么呀？娘子，新婚第一天就有人敢欺负到咱们头上了。你是谁？哼！顾娘子庄安，奴婢是夫人的贴身侍女，叫雪寒。夫人说顾娘子与郎君是两头婚，郎君身边不能没个照顾的人，所以派我来当妾室。还真被我给说中了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李克昨夜对我起了誓。若是纳妾时，便把那子孙孽根给切了，一辈子当太监去。元宝，拿刀。是。你不可怜，气性倒挺大。哎，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事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互不干涉的吗？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想看到为夫纳妾，所以呢，不惜违反契约。啊！我以为他是你继母安插在你身边的眼线。你要是喜欢他，我现在就把他给你叫回来。哎，顾若若，顾若若，你就是洛阳城中最粗最直的一个木头。木头？哎，算了。据我所知啊，我母亲陈氏一直跟你们顾家有暗中勾结，明面上将这些妾室放在我身边，实际上要盯的人是我。我怀疑应该和你们顾氏的秘书有关。你可得小心些啊！你们顾家绝对不太平。科儿，若若。这是我亲手团的2碗玫瑰汤圆，趁热吃吧。李克，你自有玫瑰花粉过敏，大婚第一天，我倒要看看你吃不吃这碗汤圆。母亲啊，这个汤圆它不易消化。母亲赏赐的汤圆，你若是不吃，外面的人会说你不孝的。只要母亲不怪罪，外人怎么说都无所谓。到底不是正经的母子，自古说后妈难当，这孩子大了，连碗汤圆都不愿意吃。这汤圆真好吃，多谢母亲慈爱。至于母亲刚才说后娘不后娘的，都说母慈子孝，母亲慈了，还愁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不孝吗？您说是不是啊，母亲？啊，能吃是福，能吃是福。我还真小瞧了这丫头，她竟然看出了我花粉过敏，还替我解了围。你为何？白着福气，白着福气。上菜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娘子，您可算吃完了，仓库出事了，您快回去看看吧。仓库？
我也说不清楚，您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涛叔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？大小姐，库房里的油膏不知为什么流了出来，污染了芙蓉粉。昨天晚上谁负责守夜啊？没有人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老爷和夫人失踪后，顾家上下乱成一团，哪里顾得上仓库啊？哎呀，这批货是胭脂铺夏季度的新品，还有不到7天就该出货了，再赶一批来得及吗？顾若若，你连一个小小的仓库都看不好，要我说啊，你就趁早将这个掌印换人吧，换一能看住的人看吧。哎呀，行了，现在这些粉都已经被油脂给浸泡了。依我看啊，油脂、烈酒等原料就不应该跟成品的货物放在同一个仓库啊。哦，以往老爷和夫人在的时候，这间库房只堆放包装好的成品，原料都是放在秘藏的。现在库房没人管，原料、成品、包装盒就都堆放在了一处。涛叔，你马上安排工人，按照阿姨阿娘之前的法子，把油脂、烈酒等易污染货物的原料通通搬进秘藏。好，万万不可！二哥，二叔，秘藏是存放故事秘术的地方，一旦开仓，秘术就有外泄的可能。若若，如今你父母已经不在了，眼下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存好故事秘术。为了1、2个季度的货品开仓，你糊涂呀！二叔，你错了。顾氏在商场屹立这么久，秘术固然重要，但顾客才是顾家立足的根本。若是为了秘术而丢掉了顾客的信任，这绝不是做生意的长久之计。好吧，但看秘仓事关重大，需找一稳妥之人负责此事。二哥，这仓库油泄漏，就因为他顾若若着急嫁人，疏忽了照看。依我看，这转仓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不如交给我最妥当。死丫头，你不行，你们没有过管理仓库的经验。怎么不行？顾若若，你别太霸道了。老陶，你在顾氏多年，秘仓一直都是你在打理。你说，转仓之事交给谁更为稳妥？我有个法子。说，既然是因为芙蓉粉被污染而起，那不如谁有办法把被污染的芙蓉粉卖出去，谁就负责转仓之事，如何？二郎君，这个主意好啊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货都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卖啊？我想办法。我也可以。老四，谁管谁？那就以3日为期，谁把受污染的芙蓉粉卖出去最多，谁就负责转仓。怎么样，还能用吗？被油泡过了，粉质黏腻，上不了脸。哟，顾若若，着急呢？我要是你呀，就不白费力气在这儿做无用功了。季娘子，你说的你好像伪银似的。你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我去掉污染的秘密武器。阿紫，你听好了，这一次转仓负责人一定是我。叔叔，油脂渗漏一事疑点重重，我觉得可能有人想趁你转仓之时偷走秘术。总之你小心些。看一看，瞧一瞧，都过来看一看！快看，他的脸好雪白啊！这怎么做到的？太神奇了吧！神奇吧？我这呀是珍藏版的珍藏版新品。珍藏版哟，神奇啊！只要那么一点点，对，只要那么一点点，就能拥有完美血迹。
这么厉害，是什么新品啊？花魁娘子用的就是我手上这瓶雪肤粉。这瓶雪肤粉呐，可是融合了我们顾家最新秘术，能让你的皮肤啊变得细滑白嫩。不死了，不能说，不是答应人家了吗？这些雪肤粉不卖给别人的。哎呀，我原想是把这产品独家卖给你，可是我看到这洛阳万千少女从此与这雪白肌肤无缘，我这心啊于心不忍呐，所以我决定卖，所有的都卖。我送，我给家人们送大礼。你买一瓶，我送你一瓶，我再赠你一瓶，而且只要5折，只此今天。四郎君，你疯了？怎么能这样呢？5折啊，5折，都是咱们家打算卖给闺女们的上等品，5折，咱们会赔死的。这是我的卖货摊，你把嘴给我闭上！家人们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们，我不要5折，不要4折，我只要3折，姐妹们买它！四郎君不行啊，咱们成本都回不来，你会亏死的。亏死又怎样？这都是照顾我们顾家生意的家人们，为了这家人们亏死我也乐意。听我说，我说一个价，你老老实实给我上货，要不然我一脚把你踹出我的卖货摊。家人们，我决定，这芙蓉雪肤粉，今天只要1折啊！他们用加了白油彩的雪肤粉上面，简直丧尽天良！丧尽天良！可他们确实把东西卖出去了，也没有违规啊。不就是摆摊吗？我也会。上好的羽绒粉来看一下啦！小娘子，看看我们的羽绒粉，来看一下。羽绒粉，哎，小娘子，看我们家的羽绒粉吧，看一下吧，我们新出的，看看我们新推出的羽绒粉。小娘子，之后啊，来看看我们家的羽绒粉，迷倒众生。姑娘您看上好的羽绒粉，来看一下。娘子，看一看，小娘子，我们这个呗，看一看。娘子，快来看看吧，我们最新推出的。不要挡我，我要赶去买雪肤粉去。你不买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行了，你跟人顾客置什么气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3天之约马上就到了，只怕转仓权限已经是四叔的囊中之物了。这样，你去把小叶将军约出来。你找他做什么？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顾瞅瞅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已经成婚了，请你自重。想哪儿去了？你只管去约，我替你卖货。那行吧。郭二娘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前几日打了小叶将军，我心里不安呀，怕从此与小叶将军结下仇怨，于是想请小叶将军过来，给将军赔不是。哦不用。怎么？我看起来很可怕吗？没有。这是我顾家从南疆得来的秘方之一，对跌打损伤均有奇效。你别看它瓶子小，就这么一点呀，在我们家铺子里便值10斤。这么贵，我不能收。将军不收，便是怨我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你若是觉得过意不去，把它买了便是。也好。
事情，你等我。等等，我不要钱。不要钱怎么买？我听说君子一诺值千金，我不要钱，用那瓶药酒换将军帮我个忙，如何？什么忙？小将军，富儿过来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太唐突了！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快集合！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顾父将以1000两黄金在洛阳城中选出11位洛阳小姐，只要你们足够自信来参加我们的选秀，才艺不限，年龄不限，哇！嫂子，我们还请来了全洛阳9万少女的梦小叶将军来当选评委。被他选中的11位洛阳小姐，除了能够成为我们顾氏美妆的代言人之外，还能够组成雪肤歌姬，拥有属于你们的舞台，成为全洛阳最红的女神。现在呢，凡是购买1瓶我们的芙蓉粉液，就能够送1张报名表，先到先得，先到先得啊！那我来一张，来报名啊！好，加油！好啊！开始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如云楼的萧环，自选才艺是胡旋舞。小叶将军，让你跳好，你摔倒了，你不及格。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小花，不是笑话哦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叶未期，是叶将军未来的妻子。我的才艺展示是比心歌，做星星，热星星，给你看人的爱心。一颗小星星，只见倒出一颗心，把小星星送给你哦。叶将军太阳得了吧？评委老师好，俺的才艺是急转。姑娘，保重，姑娘，保重，包扎一下。下一位，各位好，我带来的才艺是学狗叫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姑娘，可以的，我求你了，下去吧。老师好，才艺是武术。11、12、13，我们怎么还剩那么多呀？不可能呀！我明明看销量很好的。你做的那一批早就卖完了，这些都是预定的量，最近赶工赶出来的。这么多啊！芙蓉羽绒粉的订单卖爆了！你看，这么多，累死我了。这就喊累了？以后跟着顾老板，有你累的时候。
哎，你脸怎么红了？呸！你们俩不要脸！他怎么了？我有点困了，我先回去睡觉。你又怎么了？哎，吃，就知道吃！我让你们过来，是在这吃东西的吗？啊，这么多粉没卖的，赶紧给我卖货！顾四郎，你这粉也太难用了，骗他第一波顾客还行，你看看现在谁还用啊？就是，大家现在都去讲芙蓉羽绒粉，谁还喜欢你这个？你俩不想要工钱了吗？我今儿呢就是来要工钱，把这3天工钱给我结了，我也要去参加芙蓉小姐大赛了。这还有这么多粉没卖了吗？我这还亏钱呢。顾四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告诉你，今儿不给我结钱，我现在就去报官。二郎君，清点完了。点完了，二郎君。3份货中，静娘的芙蓉羽绒粉卖的最多，4郎君的次之，袁娘子的1份也没卖出去。哟，顾若若，我以为你多厉害呢，没想到还不如我呢。既然是静静卖的最多，那就交给静静。慢着，我顾静静做事向来1是1，2是2，我的功劳别人抢不走，别人的功劳呢，我也不会贪。这一次的转仓之事，理应交给顾若若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顾若若她输了，你还想包庇她不成？四叔，虽然这次羽绒粉是我发明的，但是没有阿紫的帮忙，羽绒粉也卖不出去啊。这是所有的卖货清单，你们看一下吧。快给我拿过来！92、95、99、100、103，怎么这么多？不止如此，洛阳选秀大赛只是个招商的引子，但凡是咱们顾家的商品，都能借机大卖。大家不要着眼于眼下的蝇头小利抢饼吃，而是想着怎么把摊子铺开，把饼做大，让所有人都吃得上饼，才是长远之计。二郎君，袁娘子所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既然如此，转仓之事交给若若了。二哥，愿赌服输，谁也不许有怨言。好啊，真是顾家的好女儿，我的好侄女，咱们走着瞧。四弟，二哥，四弟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从今日起，顾家将恢复阿爷阿娘在时的规矩，一应原料、配方都必须存放于密仓之中，外间库房只能存放已成品的货物，所有人不得违反。是。大家伙干活吧，手脚轻一点。好。阿爷阿娘，慢点啊！原谅我的冒险，都小心点放。为了查出你们的下落，我只能走这一步，把幕后黑手引出来。你们一定要等我。郎君，您不去看着转仓吗？他们顾家的秘藏，我怎么能不亲自来呢？哦，哎呀，你帮我参详一下呗，这金步摇是不是太俗了，配不上的怎么办？哎，郎君，这生辰金步摇，你也太非主张讨好了。莫非是哪位小娘子？哎，要不您说说，在您心里有什么能配得上那位？哎呀，都差点意思。
他那个人呀，李郎，让他们进密仓的时候，注意轻拿轻放。好的，大小姐。大家轻点啊，轻拿轻放。哎呀，都差点意思。他那个人呀，李郎，哎呀，我的柳娘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郎君，我的脚好疼啊，好疼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郎君，柳娘就是觉得委屈。袁娘子当时说要把我给你，可这么久了，郎君一次也没来找我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我可没答应要收了你啊。是袁娘子容不下柳娘吗？可奴家没什么坏心思，只想能侍奉郎君左右。哎，别动，怕呢。硕硕要是你说那样的话，他就不会把你带回来。你说话能不能有点逻辑啊？那为什么你都不来找我呀？哎呦，因为本郎君和我娘子啊间谍情深。啊？间谍情深？哎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呀，他是我最心爱的人，如皎皎明月，团团星辉。就算是西域最贵重的祖母石，都比不上他半分。我这任务怎么完成啊？他貌如西子，温柔似水。哎，将我的一颗寒心啊，融成了一锅热汤。我要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啊，都送给他。貌比西子，温柔似水。啊，若若，我什么都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柳娘，哎，他腿不是好着呢吗？能走啊？是啊。哎，若若，哎，郎君，等等我啊！行了行了，你别哭了，李克那都是骗你的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啊？真的吗？哎呀，来，坐。可若不伺候郎君的话，漫漫长日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谁说女子就要把余生的日子都寄托在男子身上？难道你没了郎君，就没别的事可做了？我不知道。不如这样，你来密仓帮忙，这下你总有别的事可干了吧？去密仓？哎，那不好吧？那不是顾家重地吗？他貌如西子，温柔似水。袁娘子，我要将全天下最好的东西啊，都送给他。袁娘子，袁娘子，啊，我说那是顾家重地，不太好吧？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慢着点儿，小心点。四郎君，去李家找陈氏。是。
若若，若若，他是我最心爱的人，如皎皎明月，团团星辉。就算是西域最贵重的祖母石，都比不上他半分。他貌如西子，温柔似水，将我的一颗寒心啊，融成了一锅热汤。好巧啊！顾若若，你有病吧？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这壶都点了20次了。要不你先去睡吧。你还不回去啊？我是想等着那李克睡了再回去睡。他怎么你了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店家，哎，再来一碗。好嘞。7，你还吃？有这么饿吗？客官，您的馄饨。我觉得呀，这位小郎君不是饿了，是怯场吧？哎，对呀，心里边一定有什么事情。说来听听，到底什么事儿？我那娘子啊，好像喜欢上我了。你这是犯什么病了？说胡话了！你才有病！哎，你们本是夫妻，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，这本是人间乐事啊！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怕，就像有时候见到他会心慌。哦，哎呀，这事儿很复杂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啊？哎，你跟我讲清楚，我不就懂了。哎，说。这事儿啊，跟你讲不清楚。哎，跟我讲不清楚？快吃吧啊！为什么跟我讲不清楚？他把我比作皎皎天上月，说我比祖母石还贵。他是不是有病？我还是个未出阁的小娘子，才不想听姐姐的规格掩饰。放不下，我熬不住了，我去睡了。哦。我也困了。袁娘子才回家。我在照看新货，有点晚了。哦，你这是？哦，我和小叶将军刚吃完夜宵，吃完了。啊，那请。袁娘请。李郎先请。袁娘子请。李郎先请。袁娘子请。李郎先请。袁娘子请。李郎请。袁娘。李郎。二位主人还进不进啊？奴还要锁门呢。要不一起啊？你们去弄那个灯吧。掌柜，不好了，外面都是人。今天是决赛夜，人多很正常，别大惊小怪的。不是啊！快，救着！走！快！你们干嘛呢？
就是他，他就是姓顾的。你们干嘛？还好意思问？你们卖有秘书的粉叶，害得我们招惹上狐仙。对，看脸，看脸。什么狐仙？一派胡言！我的玉容粉里面根本就没有秘书。还撒谎！那瑞楼的芸娘用了你们的粉叶，虽然被狐仙附身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你们顾家秘书害人不浅，就是他，顾家变成他人了。就是他，打，走，打他们，打！你别砸了，别砸了！别砸了，别砸了！都别人了，让开，让开！因闹出狐妖之事，责令洛阳小姐大赛立刻停办。胡老板，和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这事与你无关。哎，怎么就跟我无关了？我们签了契约的，你想耍赖啊？假如爱有声音，会很难为你这种时候还记得咱俩的契约，白日夫妻，我记着呢。这份情我成了，放心，要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绝不拖累你。胡老板，请吧。该抓抓，说你的粉叶。哎，说说。李氏美妆让你比狐仙更美，洛阳花魁选举没有狐仙作祟，特邀顾家主理人顾四郎担任创办人。娘子，李氏已经开始卖粉叶了，买1瓶粉叶就送1张报名表，这和我们一模一样啊！不就是抄袭我们洛阳小姐选美比赛吗？还踩着我们做宣传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看来这狐仙之事和四叔脱不了关系。参见陆知府。大人，这你们也都看见了啊！现在外边是群情激涌，纷纷要求本府把顾家的人抓起来，以平狐妖之祸啊！顾静静，你虽口口声声说粉叶没有问题，可你没有确实的证据，那本府要如何信你啊？啊，老陆，静静她已经把配方给你了，这里面的原材料和加工都没有问题啊。我去给他们当裁判，我每天都用啊。哎，如果真的有狐妖杀人，要找第一个该找我呀。再说了，静静她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你又明白了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你能为他保举作证吗？依本府看啊，这个顾静静为本案主犯，为了平息民怨啊，理应即日收押天牢，就这么定了。老陆，陆知府所言极是。顾若若你，但应该收入天牢的，不应该是舍妹，而是在下。粉叶出了问题，首当其冲的也应该是我这个顾家的掌印。静静只是听我的吩咐研制粉叶而已。若是粉叶真的能招惹狐仙作祟，主谋的也应该是我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你是主谋啊？顾若若，你发什么疯？谁要你替我坐牢？可若若还有一个请求，还请陆知府宽限我3天，让我好查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若粉叶真有问题，不用知府大人来绑，我自己走进大牢。好，就给你3天啊！时间一到，就别怪本府秉公办理了啊！就这样吧，退下吧，退下吧。好了，都退下吧，大人公务繁忙。起来，起来。走。若若，你看，一块破布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仔细看看，这是那个撞了狐仙的花娘的面，上面沾了少许芙蓉玉容粉叶。
确定是我家的粉燕吗？怎么多了一股特殊的香味？什么香味啊？很诡异，像是南疆的香料。南疆？难道是秘术？不是，但是这味道，我之前好像在哪儿闻过，仔细想想，却又不记得了。现下洛阳城中，不就只有一个来自南疆的花世美吗？郎君，不好了，郎君！何事如此匆忙？李克来了，非说我们强买了他们家的玫瑰，闹着要验货呢，要拦下他吗？不必，让他进来吧。哦。李郎君，这花香味这么重，囤了多少啊？熏着我了。我就直说了吧，花某这里没有李郎君要找的东西。花小郎君怎么知道李某要找什么？真的只有玫瑰了？你对玫瑰花过敏？请拿出你的身体试花，不要命了。看在我这么拼命的份上，花小郎君不如给我指点个迷津呗。早说呀，浪费我一只手。我家娘子说了，这个香味确定就是南疆的，花小郎君不至于不认识吧？李夫人好敏锐的嗅觉，可惜花某虽然识得这种香气，但不愿卷入洛阳商行之争，恕花某无可奉告，还请李郎君回吧。倒是有一句话可以提醒李郎君。常回家看看。常回家看看。回家看看？回哪个家？啊？你干什么啊？一惊一乍的。没什么，我呀，今天去了趟花家，花世美呢，她说她知道是什么味道，但是不愿意掺和洛阳的生意斗争，所以呢，不愿意告诉我嘛。完了呢，就让我回家看看。这个人有点意思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已经都告诉我们了。如果真的如他所说，他不愿意掺和到洛阳的生意斗争中来，那他大可以3个字不知道来打发你啊，何苦要跟你说这么多？你的意思是？他不愿意告诉我们，这本身就是他想告诉我们的信息。哎，至少我们能肯定，这个香料就是南疆生产的。哎，柳娘不就是南疆的吗？或许我们可以问问他。这，哎呀，哎，你的手怎么回事啊？他一堆货物，说是玫瑰花，万一是我们要找的香料呢？这我就……你疯了！你不是不能碰玫瑰的吗？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容易出人命的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找药。真是的，怎么能为了生意连性命都不顾呢？我这是为了生意吗？我这不都是……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叫我一顿好找。不知元娘子找柳娘有什么事？可是李郎他让柳娘走，那柳娘这就说是不打扰元娘子和郎君。不，跟他没关系，是我有事相求。你是南疆人，快帮我闻闻
这手帕上沾染的味道，是不是来自南疆的某种香料？月娘子，柳娘闻不出。不过我听下人们说，大郎君和大娘子在时，常到南疆进货，不知这秘仓里能不能找到类似的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快跟我走。哎呀，你说这南疆香料到底长啥样呀？要是四妹在就好了，她那个狗鼻子呀，可比我灵活多了。还敢提顾明明？当年他惹阿姨阿娘生气，吵着要离家出走，是谁给他主动开的门锁？还不都是你？切！月娘子，月娘子，找到什么了？你看，是这个味道吗？不是，虽然有些像，都是刺鼻的香，但这就是一普通的薄荷，没有那种让人晕头转向的味道。哦，元娘，啊，这柜子这么精致，会不会在这里面呀？啊，不可能，这柜子呀，另有他有。怎么了？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出师粉叶里的香料。什么呀？这是一袋陈茶。这浓郁的老年陈年茶香，真是百年一遇的好香料。你这个人就只知道做生意，我要把它带回去炼香。好宝贝，顾静静，我让你来是让你来找证据的，不是让你来制香的。再找不到线索，你我都得进天牢。哟，你闻出来什么了？什么都没闻出来。那你这副表情，正是因为什么都没闻出来才蹊跷。这说明，那香料不是混在咱们粉里的，而是在制成粉叶的时候，夹杂在粉叶中的。难道这狐仙的出现，真是我们造成的？这里就是第一个闹狐仙的房间，也就是相符的房间。大仙，你还想要什么？相符，什么都能给你。什么？你想吃肉？他是在和那个东西说话吗？你说什么？帘子后面就有新鲜的人肉。哦，小心！小心李克！那是我们的神人，快出来粉叶！快跑！我们今天也算是同生共死了一次，今后可算是生死兄弟了啊！若若，其实我……若姐，给你带来好吃的。不只是想跟你当兄弟。快进来吧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不在这儿，在哪儿？哦，忘了顾若若已经嫁人了。这什么？深夜来到外家阿紫的房里，总得有个由头吧？刚做好的苏珊，便宜你们。
东西呢？看我的吧。是曼陀罗花，此花有剧毒，只需一丁点儿便会让人产生幻觉。中原商行一直禁止使用此等东西。难怪相符状若疯癫，跟见了狐仙似的。原来它能让人产生幻觉啊！曼陀罗花，曼陀罗，我说呢，这味道如此熟悉。小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阿娘曾经在一个胡人手中买过一批？此花非中原所有，整个大唐无人种植，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到底会是谁？我倒是知道曼陀罗花，此花有异香，但是据我所知，种植此花的条件非常的苛刻，只有在四季如春、地势很高的地方，才能大批量的培育。四季如春，地势很高，南疆。柳娘，你见过曼陀罗花吗？没有。对了，苏珊快融了，郎君和娘子们不如先吃一口吧。你们吃吧，我就不吃了。静静，你等我一下。不吃我吃。这是仓库清单，你去秘仓里追查，当年阿娘购买的那些曼陀罗花流入了哪里，又是如何混到粉叶中去的。柳娘，把碗筷收拾一下，咱们走。对不起，赶紧脱了外衣，会着凉的。不用，赶紧脱了外衣啊，会着凉的。没事，不用。你看我干什么呀？人家替你脱衣服，又不是替我脱。你忘了我已澄清了，但是我没忘呀。那个我就先走了啊。郎君，我知道秘书在哪儿了。去吧。看什么看啊？还不回去换身衣服？冻死你！冻死我岂不是更好啊？盟约自动解除，你一个有钱有权的小寡妇，不用看婆母脸色，不用伺候夫君洗手做羹汤，岂不美哉？这话好像说的有点道理，要不你就此自裁？哎呀！头好痛啊！我好像喝多了。才喝了2碗酒酿苏珊，你就醉了？李克，你不是流连于烟花酒肆的浪荡公子吗？就这酒量，怎么浪荡啊？你别生气。
我没生气，你先起来回去。你没生气，干嘛吃柳娘的醋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吧？顾叔叔，我好冷啊！我好冷。你先起来。我好冷，我好冷啊！醒了吗？我头疼，我头痛。还醉吗？醒了吗？我错了。哎呀，走！若，快，走！若若。我有吗？哎，姑爷，姑爷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在赏月。哦，有事儿？忙去吧。啊，是。不等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困了。你困了去书房睡啊？我都睡了3天书房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爱让谁住就让谁住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的腰太疼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你给我起来。你家的榻呀，实在是太硬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给我起来。哎呀，起来！咱们别吵架了，咱们和好吧。你给我下去！饶命！放过我！饶命！小娘子，饶命！小娘子！都给我安静点！小的们真的没抢过什么顾家商队，是真的没有。饶命啊，小娘子！饶命啊！娘子，写信。乖乖啊，帮我找到文文。那我呢？你愣着干嘛？你赶紧去啊！得嘞，咱们走。空的。阿娘当年买了30担，一直压在密仓里，直到去年有个大客
一次性全给买了。1年前，这么巧合？巧合的事多着呢。你们猜，这一批曼陀罗花卖哪儿去了？这个是家章本里的吗啡散方子，你们看。吗啡散，那岂不是卖给了医馆？对。倒是有一句话可以提醒李郎君，常回家看看。看来想要查清楚此事，得从李氏商行入手。为何？你忘了，李氏商行除了美妆生意，我们还有医馆。哟，今天这是哪阵东风啊？把我这儿子儿媳都请过来了。母亲，我和若若很忙，今儿没时间跟你打棋逢了。把人带上来，让母亲见一下。老实点，跪下，跪下！从儿，娘，救我娘！走开！李克、顾若若，你们竟敢绑了我儿子！你们俩不得好死！放心，我俩一定走在您后面。娘，杀了李克！你替我杀了李克！杀我？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呢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阿娘，我和李克也是迫于无奈才会出此下策。我们今天来，只是想问您一件事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母亲看完这个，应该能想起些什么吧？这是李从在长乐坊豪赌欠下的3万两黄金，手印还在这儿呢。我没有，阿娘，这是李克，他强迫我签的。李克，你这欠单是假的，我不认。你认不认不重要，大唐律认就行。母亲，现在可有想起些什么？提醒你一下，曼陀罗。好，那曼陀罗花的确是从我这儿流出去的，可把他们掺进粉底液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他们顾家的人。顾家的谁？这是他们顾家的事，你一个姓李的跟着瞎掺和什么？不能告诉他姓李的，那我这个姓顾的总能告诉了。娘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。等我们把顾家掌印拿到手，把他们顾家4小姐卖入青楼。从儿，你母亲，放开！你不会真以为我今天过来什么证据都没有带吧？这批曼陀罗就是从顾氏仓库流出，然后流入到李氏仓库，却不知所踪。大唐律该当何罪？您知道吧？你既然都查清楚了，又何必来问我？本来看在跟李从是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想要给你们母子2人一条活路。既然母亲不想要，若若，我们去官府。慢着！我就知道，果然是四叔。他从仓库拿库存是需要登记的，先将曼陀罗花卖出去，再偷偷带回顾家，加入粉液，这样就查不到他头上了。可是，四叔不学无术，他有这么深沉的心计吗？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。夫人，眼下可怎么办？你拿着我的令牌，去找一趟那位，告诉他，李克已经查到曼陀罗花了，我们必须另做打算。二位哥哥，这是做什么？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我看呀，你是四叔的自己人，
不是我顾家的自己人。若若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他既然一心想置我们于死地，我还跟他客气什么？谁在这儿吵吵呢？哎呦，顾若若，你不去查狐仙的事儿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牢狱之灾躲不过了，过来求叔叔们帮忙啊？都别闹了，二哥，故事的确是有人要面临牢狱之灾，但那个人不是我。你在这儿发什么疯啊？那些姑娘们用的可是你跟静静捣鼓出来的粉液，现在都被狐仙们缠着呢。你不坐牢，难不成我去坐牢吗？四郎救我！四郎救我！顾若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四叔，你的人在芙蓉粉液中掺了曼陀罗花，被我的人抓了个正着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老四，若若说的是真的，我没有，二哥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疯了吧？你勾结李氏商行，将秘仓中的曼陀罗花用贩卖的形式转移了出去，再偷偷带入工厂，掺到粉液中。曼陀罗花使顾客产生幻觉，你又让道士在花楼里放了大量的狐狸面具，中毒的花娘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被狐仙侵扰的幻觉。我没有，你是个笨人，我没有。你敢殴打老人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你的小厮在下药期间被静静抓了个正着，工厂里的弟兄都可以作证。如果你还不承认，李氏商行的陈氏，还有清净观的太虚道长，都可以到府衙亲自作证。四叔，你没有退路了，快投案吧！你这个孽障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竟然犯下如此大错，伤人嗔毒，那是要杀头抄家的呀！若若，他犯下如此大错，我也没脸替他求情。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老四，我这样做是为了顾家好。为了顾家好，为了顾家好。二哥，你现在怎么跟大哥一样啊？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发烧，他丢下我们去跑伤，也是因为这一句为顾家好。你为了救我，去偷别人的钱，被打成半死。二哥，这些年我们兄弟们为顾家付出了太多了。今天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，你却说我是孽障。二哥，我这么做真的过分吗？二哥呀，二哥，要不是因为咱们的好大哥，你的这双腿会被废掉吗？来人，顾家那家义，堵住他的嘴！来人，快把他拉下去！堵住他的嘴！天经地义！你这个孽障！天经地义！阿叔，二哥。大夫，我二叔没什么事吧？我二爷激怒攻心，引发旧疾，你们得注意些，不能让他再恶化了。
不然他的身子骨扛不了多久啊。谢谢大夫，我随你去抓药。然然，老孙现在在哪儿啊？已经被官府带走了，接下来的自有官府秉公处理。二叔，四叔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？都是过去的事儿，顾家再也经不起风浪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四叔竟然狠起心来，连顾家的生意都不管。这次狐仙之祸啊，好在你及时发现了端倪，不然啊，顾氏商肯定受到牵连。可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。哪儿？四叔既蠢又坏，但提到钱，他可不糊涂。顾家倒了，他的财路就断了，所以他想要的是顾家的家业，而并非顾家倒台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还是有些地方想不明白，但我总是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不过嘛，这一次我还是要替顾家谢谢你。这谢我啊？行，跟我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马上就到。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么神秘。我能把眼睛睁开了吗？到了，可以睁了。这次狐仙之事，虽然到最后一切只是幻想，但是我仔细想了想，还是有些后怕，所以就替你求了这个，保你平安。你还信这个呢？我怎么了？我知道，你这是心悸，喝点我的桃花酿，以解心疾，如何？走。我阿爷阿娘合离之后，就找到了这个桃花剑，隐居于此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恨极了我的阿爷，他不让我见我阿娘，我便天天去；他不让我混迹市井，我就成天与三教九流的人为伍，去教坊司巡阅街。教坊司的小娘子只唱不那个。嗨，我顾若若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若比结交教坊司的小娘子啊，你恐怕连我的零头都到不了。我娘总是为我担忧，说我总去那种地方，将来我的娘子会难过，怕她会和我和离。可是她不知道，我自小看着她日子艰难，
我便在心中起了一个誓：我将来若是娶妻，自当一辈子对她好，一辈子以她为尊，不会让她伤心难过，更不会和她决一和离。你辛苦了。那你愿意许我一个美满吗？愿李克全世界最美满。栗子糕，卖栗子糕嘞，又香又甜的栗子糕。哎，客官，平日李郎君是买的你家的栗子糕吗？李郎君，就是李家大郎君。哦，对对对，他最爱吃我家的栗子糕了。哎，小娘子你是？哦，顾老板，来给李郎君买栗子糕是吧？我给你包个大的。谢谢啊。你们夫妻感情真好啊！契约婚书，事成何离？你走进来也不说一声，走路也没个响。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怕什么呀？契约婚姻可以啊，顾若若。怎么，你对李克那些魂不守舍都是装出来的？谁装了？我才没装呢。没有装，那就是喜欢人家呗。也不算是喜欢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以后我们的事你少管。我和他有契约在身，也算是半个同路人。日后他若是想要解除契约，我绝不强求。阿娘，本以为你送给我用来娶妻的金钏儿，今天能出手了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元娘，元娘，柳娘，你来啦？这阵子怎么都见不到李郎啦？你想他啦？不，元娘子，你别误会，柳娘已经打消那个念头了，只是觉得今日郎君一见着你就躲着走，这怕不是已经养了外室吧？他这是故意冷落你呢。不对呀，前2天他还找我喝酒聊天来着，怎么今天就突然冷落我起来了？这狗男人心野了。不是我我知道了，定是我上次去花楼没找他，他肯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了。是啊，元娘子，喝茶。卖栗子糕嘞，又香又甜的栗子糕，卖栗子糕嘞。哎，元娘子，
蜜桑下午有点货，你快过去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哎，好。给，不许生气了啊！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哎呀，不就是上次去花楼没叫你吗？我下次不会了。这栗子糕可是我特意去给你买的，开心不开心？感动不感动？感动。感动。那你别生气了，咱们可说好了啊。你先慢慢享用，我还有正事要忙。走啦。你呀，怎么这么不开窍？还好吧。来看美人的？是啊，不是。哦，不是来看美人，那是来买曼茶香的啊？哦，是，我是来买什么香？这什么味道？既浓且淡，幽深悠长，像木，又像是火焙过的茶。好闻吗？好闻极了。这个呢，便是我最近跟你说的，我正在研制的香——曼茶香。什么原料制成的？材料嘛，便是蜜仓库那些陈旧的陈茶，再加上几味水陈香粉，随手那么一制呗。陈茶？茶也能制香？当然可以，在我顾静静手中，只要是有气味的东西，都能制香。顾若若，我在想，咱们模仿那个洛阳才女大赛，搞一个洛阳才俊大赛，让洛阳才俊的小哥哥们都代言这个香，那这个销量肯定不错。我考虑考虑吧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材料仓库一抓一大把，成品这个就是呀。这不比你那些甜腻腻的玫瑰好闻多了？这气味与敷粉不同，需要距离极近才能闻出味道。我且问你，此香世人从未闻过，我们如何教他们明白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？那我把它放到店里，随便让别人闻便是了。顾若若，你是不是故意为难我呀？算了，售卖的事我想别的法子就是。下一季就安排这款香吧。这怎么慌慌张张的呀？我就是听到你们说曼茶香制成了，一时兴奋。哎，月娘子，这曼茶香真的很难卖出去吗？倒也未必，但仅凭才俊大赛肯定是不够的。我还需要一个人。谁？你说呢？掌柜的，给小叶将军打包4瓶曼茶香。好嘞，二小姐。你刚刚拿那个领事的那个是吗？小叶将军消息真灵通呀！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了新品啊？哦，我是。好闻吗？还好吧。
好闻。那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小叶将军买的香，这不得卖爆了！小叶将军买的，这是肯定的呀！我也想要买，我也要买！好，小叶将军，别急啊！都有的，别着急，我看看啊，这都有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啊！买完了还不走？都有的，我排队啊，排队！对，你的，对，谢谢。好，我也想要2瓶。还有别的款啊，我可以看一看。唐突了，顾二娘。其实来找你，给我1瓶。我是想问一问李克的事，他最近很消沉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李克啊？那你放心吧，他现在没事了。啊，如此，甚好。阿紫，阿姨阿娘恐造不测，做最坏打算，保重，保重。写什么了？我看看。不好了！袁娘子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咱家仓库里的顾家秘术丢了。什么？三郎君带着一群人往咱们院子里来了，说是要3逃会审，严惩那贼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围了！三叔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仓库在你的管理之下，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你现在是戴罪之身，还好意思问我？看三叔这么底气十足的样子，是拿到小贼追回秘术了？追回秘术，我作为长辈，还不能审问你啦？秘术丢失，不说商量着如何一起找回，反倒就开始推诿追责了。没有证据，我就一日还是顾家的掌印，你也配来审问我？冤娘，也不是三叔为难你。既然现在东窗事发，你就别抵抗了。来人，把顾若若和李克抓起来，押他们去祠堂。不用你押，我自己会去。来，快跟着。走。顾家秘术丢失是大事，当着祖先的面，大家都分说清楚吧。是，二哥。大侄女儿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上面是谁的字迹？写了什么？是我的字迹。哦，唉，那这清单是你写给李克和静静看的，是也不是？哼，整个顾家知道秘术所在的，只有我们长辈和你知道。可偏偏这么巧，在你告诉李克和静静之后，秘术就丢了。我说呢，四叔纯傻，原来是你。你别转移话题了啊！就是你那好郎君李克偷了秘术，来人，抓他去见官。谁敢？我早就说过，李家的人不能相信。此事绝不是李克所为，我敢用性命担保。不是李克所为，难道是静静所为吗？叫人如何相信？事已至此，顾若若，你今天交出顾家掌印，此事就算罢了。如果是不交出掌印，那我就要去府衙状告李克他偷盗秘术。见了刑罚，按唐律，他不仅不能插手我顾家的家事，就连他们李家家业也别想继承。威胁我？李家的家业，我不要也罢。
二叔，我愿意交出掌印，用它来换10日时间。10日之后，若是还不能找回秘术，我挂印请辞。那就依元娘所言，这10日家印暂放家祠，专人看守。10日之后立见分晓。李克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二叔说的对，我留在你身边只会拖累你。再说，我们本来就是合约夫妻，你不必。你觉得我是在可怜你？若若，行商贩货讲究的是审时度势，我只是……你觉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遵守合约？我今日我收到来信，阿叶阿娘恐遭不测，接连着秘术被盗，现在连顾家掌印也给了出去。你觉得这种时候，我还有什么心思跟你谈合约？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小金鱼，什么许愿绸带，你就是拿我当傻子在哄是吗？李克，我到底要做什么你才能满足啊？顾若若本身就已经够好的了，不需要再做什么，就已经是全天下最好的女子。其实，我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。其实，我想每日归家之后都能看到你。说是此劫，真当万劫不复，那我们就死在一处，也算不枉此生。你有病啊！画本上书生和小姐互诉衷情，说的都是甜言蜜语，你说的都是什么呀？他们想要的，无非就是顾家的掌印，大不了给他们就是。给他们？那你阿姨阿娘的心血你不要了？那你不走了？我不走了，只是我感觉最近的事情一环扣一环，没那么简单。那你还是走吧，你这个乌鸦嘴，自从认识了你，我就没遇到过什么。专线经过我方生长，嘴里看见是有落花随流水香。娘子，娘子，谁是你娘子啊？你听我说，你我约法3章，白日做夫妻，晚上做兄弟。约法3章？你若是敢对我行不轨之事，我就不客气。以后跟着顾老板，有你累的时候。杏花江南梦里荒凉，一勺月色，两行清泪都如梦。行了吗？我头疼。之后光阴时长。
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其实那本所谓的故事秘术是假的。假的？嗯。自从你上次说觉得这个事情不对劲，我就特意留了个心眼儿，在柜子里放了本假的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顺藤摸瓜。哦，你在假秘书上做了什么手脚啊？外人都传的这故事秘术神乎其神，那我就顺水推舟，这顾家的假秘术也能包治百病，但香味却难以掩盖。气味？你用了特殊的香料？没错，我一直怀疑偷走秘术的人就是顾家的人，所以我在这假秘术里加了人血与松香2味极其邪佞的药材，这样一来，只要是顾家的人用了此秘术，咱们就能顺势追查。包我身上，别说是洛阳城中出售的流行装备，或者是镜中玉质，我李克都能帮你查到。静静，你四叔走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就过继给了我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那我恭喜三叔，这屋里终于有了个带伴儿的。哎，没错，如今我顾三郎是整个顾家唯一一个有后的。他顾若若一个外嫁女，凭什么把持着顾家的家业不放？静静，难道你甘心吗？我当三叔想跟我说什么呢？专门跑过来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老掉牙的话呀？静静，三叔今日来是想问你，难道你甘愿一辈子被顾若若压在上头？他今日能为了李克放弃顾家的掌印，明日就能为了李克把顾家给卖了。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啊？静静啊，以你的才干，何必要把顾家放在一个耽于情爱的女人手上？啊？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呀？当然是为了这个。从我的绸缎庄里抽3成给你，如何？这样一来啊，你虽不是掌印，但又胜似掌印。我知道，你们姊妹几个从小一起长大，多少有些情分。不过，静静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啊！你好好想一想吧。二哥，我想给四弟的儿子改个名，你看看叫什么合适？哎，人呢？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。二哥的腿不是有问题吗？人怎么不见了？谁？顾静姐，李克，你死人啊！不会把我扶起来？这大晚上的，我是你姐夫，不太好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饿的，给我点吃的就好。哦。你这大半夜扮什么饿死鬼啊？要你管！
你今天遇到我的事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看我心情吧。小姨子和姐夫深夜幽会，你就不怕有什么闲言闲语传到我阿紫耳里？松香。若若，明天我回趟李家。怎么，嫌我这儿的榻太硬了，睡不下你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去跟李家断干净。断干净？对啊。这次狐仙的事情啊，虽说是四叔意图侵吞家产，但是我那个继母啊，没少从中掺和。他不就是想要李家吗？给他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别再说了。不过，以后我可就孑然一身了。顾老板，对我爱惜一点。那当然。从儿已经被我送回了乡下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是要对我们母子赶尽杀绝吗？我对你那个不成器、没出息的儿子不感兴趣。我今天来是跟李家断绝关系的，你我恩怨一笔勾销。从今往后，李家不管是荣华富贵，还是落魄无依，皆与我李克无关。李家的家业，我不要了。你认真的？别动！松香，阁下是嫌你碍事的人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哎，你冷静点，我跟你走便是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姑爷的行李。李克的。对，姑爷说他与李家断绝了关系，从今往后他无家可归了，只能入赘给娘子，望娘子怜爱他。油嘴滑舌，去吧。好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刚才有个小乞丐送来了这个。这是李郎的。那小乞丐还说什么了？还有这个。李郎被劫走了。女人血味，松香味。走了。有人吗？小娘子，你可是被人绑过来的，身上可有伤口啊？他们放了我好多好多血，那家人。哎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主人，李克如何了？他已经派人在城中活动，将所有松香的去向都探听清楚了。还好主人当机立断，将他抓住了，不然结果就……顾家秘书的事，事关我重夺南疆王位的大业，怎么能被他轻易破坏？
等秘书大成之后，把李家的人全部给我屠了。得令。你到底在找什么呀？松香，静静，你闻到了吗？是松香的味道。绑架李克的人接触过松香。哎呀，李克他是洛阳城一霸，这人不见了，自然有他的人去找他呀。你怎么那么慌张呀？所求之事都在外面树上。愿李克全世界最美满。我喜欢他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从前他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以为这种喜欢就只是一种习惯，如今他失踪了，我才发现，我竟然这么害怕。静静，你去帮我找一个人。这件事，小叶将军，李克也是你朋友，如今他人不见了，这个忙你不会不帮吧？我自然是愿意帮忙的，只是最近洛阳城中接连出现几宗诡异的案子，我觉得李兄失踪可能与此有关。什么案子？你们还不知道？城中接连有少女被绑架，而且案发时间都在深夜。深夜？这洛阳城不都有宵禁吗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此事才显得蹊跷。除了案发深夜之外，这些少女在被发现之时，她们身上的血都被放干了。现在城中已经有流言，说是狐仙现世，四处吸血杀人。那这些少女之间是否有关联？诡异就诡异在此处，她们之间似乎没有关联。唯一相同的地方，就是案发现场都有浓烈的松香味。叶将军，我要去看看受害者。啊，是。你们的饭菜啊，有问题。哼，这小子都出幻觉了吧？呸！诈！我看他就是想使诈。都说了饭菜有问题，偏不信。外面是谁啊？顾若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松香，松香，死者身上都有浓郁的松香味道，是吗？大人，有吗？哎，有没有？对，他们身上都被涂了一层厚厚的油脂，油脂里面混合了大量的松香。哎，顾老板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对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一直怀疑偷走秘术的人就是顾家的人，所以我在这假秘术里加了人血与松香两味极其邪佞的药材。这样一来，只要是顾家的人用了此秘术，咱们就能顺势追查。包我身上，别说是洛阳城中出售的流行装备，或者是镜中玉质，我李克都能帮你查到。我知道怎么找到他了。阿紫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
你是离家出走，又不是半路失踪。我问了几个小乞丐，他们老大在哪儿，就一路找过来了。还是阿紫最了解我。我可不敢说了解你。你说你放着好好的顾家四娘不做，偏要做个小乞丐，这是我的梦想嘛。追梦追到连阿爷阿娘的丧事、阿紫的婚事都不回家。我可回来啊，只是你们没有看到。再往这边点儿。欢迎！来，里边请。好。那些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。阿紫大闹灵堂，老头子老太太命硬得很。至于阿紫你嘛，我看你对那个李克还蛮中意的嘛，所以我就没管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阿爷阿娘失踪案疑点重重，李克也失踪了。明明，阿紫需要你。没问题，阿紫包在我身上。只是我不明白，那些人为什么要把姐夫抓走啊？他失踪前，我们在李府发现了一副陌生的面孔，这人身上带有松香的味道。李克对此产生了怀疑，便派人去跟踪他。后来发现此人是一名香料商，最近购买了大量的松香，都被运到了城外。李克正是因为调查到这些，所以才被人掳走了。阿紫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都说了饭菜有问题，偏不信。外面是谁啊？若若，是你吗？是我。我手还没解绑呢，要不先给我解绑？哦，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好着呢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顾家四娘。她就是我那四妹。姐夫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可从来没见过我姐这么紧张过一个男人。真香。待会儿用柚子叶洗个澡，去晦气。元娘子、姑爷，二郎君喊你们过去。二叔，这些天二郎君院中一直进进出出的，请遍了洛阳的郎中，怕是不太好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二叔，您怎么样了？我这腿再疼，也不如我的心疼啊！若若，二叔，我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今日我就这么冷眼看着，静静行踪诡异，性情大变，身体也变得颇为虚弱，想来是用了禁术中邪佞的法子。你说会不会是静静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这就是第一位遇害娘子的房间。李兄、嫂子，你们随意看。
若若，怎么了？你快闻一下，这好像是我们家蔓茶香的味道。确实是蔓茶香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位娘子生前买过你们顾家的蔓茶香？不，蔓茶香是用来涂抹的，不是熏香，更没有撒在床帐上的道理。这说明床帐里曾经藏过人。我怀疑那个人提前在屋内设了埋伏，躲在这个床帐之中，趁小娘子回到房间，趁机把她接走。你们的意思是，这个歹人还身上带着蔓茶香的味道？那他不会是顾家人吧？不会真的是你？他怎么往那个方向走啊？顾家在另一边啊。阿紫，我回来了。文文，把你的所见所闻，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。我找到了阿姨阿娘出事的马车，阿姨阿娘不知所踪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你继续说。我本以为是山贼所为，我便俘虏了几个贼子，但他们却说并没有劫过我们顾家的车队，反倒那段时间出入的南疆人倒是挺多的。山贼还给了我一种引路风，能够找到南疆人特有的香料味道。我便跟着南疆车队的踪迹，一路到了洛阳。没想到车队的痕迹竟然到了顾家。我在阿姨阿娘的马车上发现了这个。阿紫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好像见过这个图案。这上面应该还有其他的信息才对。给我看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别急，看，上面有字。这是江湖中一般为了写一些不外传的秘诀，都用这个法子。抱朴真人，竟然是阿娘的师傅。你娘有个师妹，叫花婉。阿紫，明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找来，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。发生了何事？柳娘是你外室，对吧？你可别乱说话。我李克一心一意，恪守难得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啊？哎呀，我管你是不是。阿紫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叫柳娘的去了花世敏的府邸，所以我怀疑秘术的丢失和她有关。花世敏？难道？郎君，我们真的要走吗？顾家那位太疯狂，竟然搞出人命，不能让此事牵连上花家。否则阿娘创下的基业将会毁于一旦。收拾好了，那我们走吧。顾老板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以你的手段，应该能查到你家的事与花某无关。我顾家的事，当真与你无关？
你知道了多少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花小郎君应当是随母姓的。令堂名讳花婉，与我阿娘一同拜师抱朴真人门下。我阿娘习的是生机养荣术，花前辈则习的是读经脉障术。他们二人各有所长，互不干扰。花小郎君，你安排柳娘入我顾家，蛰伏这许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原来阿娘的秘术并非被顾家所偷，而是她只继承了一半。几年前，阿娘与花家秘术同时消失，我怀疑是顾氏偷了阿娘的秘术，暗害阿娘。看来事实并非如此。偷你们秘术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们顾家。我阿娘也失踪了。花前辈也失踪了。花前辈与我阿娘都是秘术的传人，他们二人同时失踪，事情定有蹊跷。看来这幕后之手是冲着完整的秘术来的。花小郎君，不如你我二人合作，如何？合作？对，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别再插手我顾家的事。等我度过顾家眼前的难关，我就答应你，一起研习2份秘术中的奥秘。我们二家合力，一起找出我阿娘，还有花前辈。好啊，顾老板，一言为定。哎，闪开！哎，这顾家又怎么了？据说最近失踪的女孩都跟顾家有关，老大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告老大去！顾二郎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但是各种证据表明，受害者都是你们顾氏商行的客人，你们顾氏又存有秘术。给你们1天时间，给知府大人一个交代，否则你们顾氏上下所有人都要跟我去大牢走一趟。多谢贵差和知府大人照应，顾家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哎，老大，不好了！哎，有话慢慢说。顾家让官兵给围了，顾二郎开了祠堂，叫人把顾二娘给绑了，说是顾二娘偷了秘术，现在让人送到官府去了啊！走，快！那是顾家的谁啊？怎么之前没见过？那是顾家四娘。顾四娘，有点意思，和这些古板的中原女子很不一样。那主人，我们现在就启程回南疆去。不急，再留2日，等等顾家的结局。您该不会真的要与那顾若若结盟吧？我不是要与顾若若结盟，而是要与顾家的主事者结盟。待此件事了，无论顾家主事的是谁，我自会登门拜访。二叔，顾家的人整整齐齐了，拿上来吧。这些是……你们都看看，人血、松香，好个顾家的二姨娘！顾静静嫉妒长姐才华，偷走秘术，如今又犯下如此伤天害理的大事，害死了多少性命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自然是看不惯他，但是我顾静静要赢，就要堂堂正正的。偷东西，算什么手段呀？还不承认？来人，上家法！住手！若若，她为了夺取秘术不择手段，今日如果不是被我人赃并获的话，明日你的顾家掌印
就失去了，可不能心软呐。你，若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心软，我是相信静静。什么？哎呀，这秘术啊，根本就没有丢。可能？柜子里的秘术丢了，可秘术没丢，是因为柜子里的秘术是假的。这份假秘术配方是我湖州的，只有我、静静还有李克知道。那么二叔，你又是如何得知这秘术需要人血与松香的呢？想不到啊，原来这是你们姐妹给我下的圈套啊！这么说，你姐妹不和是演戏给我看的吗？我和静静约好了，她假意行动，为的就是引出幕后真凶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再装了。你不是我二叔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尊贵的南疆福王，为了顾家秘术，不惜折服于此。哼，不得不说一句啊，这装个好人也太难了吧？那我真正的二叔呢？你说的是那个自不量力跑到我南疆地界，想救他阿兄嫂嫂的死瘸子吧？早被我一刀了结了。杀了我二叔？不止，还有你那个蠢笨如猪的三叔。原来三叔莫名失踪，竟也是遇害了。区一个顾氏秘术，也值得你如此煞费苦心，残害那么多条性命吗？真正顾氏秘术的用途，可能你阿姨阿娘也没跟你说过吧？阿姨阿娘，接下来的事你们就不用知道了。来人！还想跑？今天要不把真秘术交出来，我就让你们人头落地！给我小心！李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杀光他们！走。李克，你有病啊！你是不是有病？这又不是你的恩怨，你在这儿跟我逞什么英雄？娘子不管我的死活，我要管娘子的死活。李克，李克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事，就是我顾若若又要成婚了。恭喜啊，二婚，太幸福了！到时候希望你们，好，明白，准备了。好了，说正事啊。我把我们家的家训又重新誊了一遍，怎么样？这次不错吧？好字儿。这也太土了吧！快收起来吧，不符合我的气质。文文收起来。咱们顾家这次能保全安宁，真全靠这个盒子。对啊，要不是我们姐妹几个同心合力，哪能这么顺利拆穿父王的阴谋啊？是不是呀，二娘？去，你看我干什么呀？哎，
往年你都跟阿紫争个不停，这次反常啊？对呀，顾静静，这次合作怎么没跟我提条件？不像你，我这不是陆知府所言极是，侮辱了你。但应该被收入天牢的，不应该是舍妹，而是在下。静静只是听了我的吩咐，研制粉叶而已。若粉叶真能惹出狐仙作祟，主谋的也应该是我。大发慈悲慈悲，感动的话你就直说嘛，何必总是这样口是心非呢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哟，让我看看，你们这是和好啦？和什么和呀？我们顾家四姊妹还少一个人呢。谁说我不在啊？养顾家家训这么土味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少了我顾明明？顾明明还知道回家呀？好了，人都到齐了，快坐好。那我们就开饭吧！我先吃这个。来，都沾沾喜气啊！拿着，你的，谢谢。来，拿着。啊，他们家不是结过师傅的，怎么又是？我看这回是真的。吃好玩好啊！一拜天地。你说这成亲有什么好的？不能愉快的闯荡江湖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你有喜欢的人吗？还会不会这么说？夫妻对拜。我喜欢的人，天知道他在哪。李成。真漂亮！花小郎君，幸会。叶将军幸会。听闻顾老板和李郎君大婚，特准备了薄礼来恭贺新婚。这边请。这边。好吧，顾若若，今天你就比我美一点。不要着急，下一个就到你了。我觉得二姐说的非常对，但三姐就是个男人婆，没人要的男人婆。我叫你，别打我！小心！行了，管管。前面酒席已经摆上了，花小郎君带着礼物前来恭贺，就等你们开席了。花小郎君是谁啊？该不会是那个花世敏吧？行了，你们两个快去入洞房吧。那我们呢？你们两个小的跟我吃席去。其实成亲也挺好的。是啊，起码还有好吃的。还有是不是？太唐突了！不唐突，肯定有情况，我真的是有情况，肯定是。顾若若，你可还记得，今天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夜啊！哎，马上！马上！别看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亏损了万两啊！你手上这本册子，就是所谓的秘术。
当归、茯苓、枸杞，这不都是普通药材吗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本册子也是假的。假的？你一定很奇怪，那日福王索要秘术，我为何那么大义凛然、大声驳斥，还引得你受伤？你不是为了拖延时间吗？我和叶书记约好了，他会赶来的。也不全是这个原因，我大可以把真正的秘术给他，等叶将军赶来，秘术也不会落入别人的手中。我没有这么做，也是因为这秘术也是假的。那真的秘术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自打我从小记事起，我就知道故事有一秘术，可保故事日进斗金。可后来，我就没有见过这本秘术。会不会就只是一场骗局？可那日，确有其事。我想不明白，就像我也想不明白我阿爷阿娘的下落一样。所以，我们可能要去趟南疆。我陪你。不过，那都是以后的事情。今晚，咱们得先把我们的事情弄明白了。那是你心上姑娘，团扇艳红妆，青梅煮酒欢歌唱。温软人间，转线轻拨我芳声唱，醉里看见是有我好像不太适应这种关系。没关系啊，你未来有一辈子的时间，慢慢适应。可是，我觉得吧，我们还是做兄弟比较好。顾若若，你该不会是怂了吧？我怂？啊！你查我？刺眼的小弟，偏偏惊鸿美人的小弟，洛阳城出一个涟漪，强人将我各位是不是想看这一段啊？嘿嘿嘿，不让恁看。咱这个故事啊，算是讲完了，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没说清楚嘞。想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自从遇上晚了，早了。夜你梦中刻出强光庄严月色，却映下滚烫。红豆全能散落，正像落笔点。这世间不是只有男子能占女子之地。红袖与风一缕芬芳洒落，胭脂映入在身旁。岁月无恙，世事两行，也在在鸳鸯。别伸手。人美心善。好，跳完了，下一个把这起来。哎呀，没事。